儿子曾经有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他比任何人都幸运。我没有要设定画什么，就是玩，状态反而是更自由。我姓胡，我现在是一位退休人士。退休之后，我这8年都在当义工。那我2个儿子，哥哥那时候在台南读大学，聊到他女朋友是个男生，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混乱，然后后来找到热线。我是基督徒嘛。早期孩子都是在教会参加团契，而且蛮投入的。那我想对他来说，其实一定很冲突，对，因为在教会，同志是不被接受的嘛。有一次牧师在台上大骂同志，这件事情又被掀起来的时候，那个心里的难过跟自责是一直都在的。其实马觉，你一个人自己独立走过这么久，不知道你到底难过了多久，或者是你有多难过？就是比如说，你就是想的比较远的人啊，就会担心，那我以后老了要怎么办呢？对啊，我觉得那个难过就是错过跟孩子一起，他自己长大，我自己长大。现在结果也没有不好啊，反而是更好。在离婚的那一年，去报名了一场艺术治疗的一个小团体课。我是从来没有拿过画笔，我也不会做美劳，什么都不会。那就这样子，1年、2年、3年，从媒材中去整合我们自己的内在。我变得越来越敢画，越来越有自信，然后越来越跟自己在一起。你在画这个圆的时候，你并不知道你要画什么，可是画，越靠近自己的心。不是说心情不好才画画，老师还是希望我们每天能够安静，跟自己在一起，哪怕10分钟。我接触艺术治疗创作是应该这3年4年的事，那我孩子同志的议题是10几年前的事。我觉得看起来没有连结，其实它是有连结的，因为你做父母本身成长，你跟孩子的连结关系就会越来越好，也更多的包容、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特。后来我们传给我们家人，然后我们一家人就会在那个家庭的群组里面，就会大家会彼此聊一聊，很得到你的支持，然后很感动。所以你没有特地喜欢哪一型的人男朋友？聪明的人会蛮吸引我的，或是有才华的人会蛮吸引我的，那是一开始的吸引。那不确定那个是，我还觉得我们儿子很棒了。另外有人。他的朋友，同志朋友有很多都是不敢讲的，家里不支持的，不提那个话题，就台面下的。对，他说他比任何人都幸运，爸爸是支持他的。